社区医院的 B 超室门口排了7、8个人，我挂的最后一个号。探头压上来的时候，凉得我缩了一下肚子。医生盯着屏幕，表情从正常变成疑惑，又从疑惑变成夸张。探头挪了好几个位置，来回确认。你这是自然受孕？揉了揉眼睛，再看一遍。3个孕囊都有心跳。我脑子嗡了一下，3胞胎。走出 B 超室的时候，腿有点发软，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，打开手机，打开计算器。奶粉，一个孩子1个月2000，3个6000。尿不湿，一个孩子800，3个2400。产检费，营养品，以后的托班，数字越滚越大。我关掉计算器，盯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。手机屏幕顶部跳了一条新邮件，发件人陆燕。我愣了一下，陆燕，我在婚介所找到的，签订协议结婚的丈夫。他从来不给我发邮件，有事都是让助理转达，或者在厨房台面上贴便签。点开标题，协议终止事宜，正文很短，苏薇女士，经考虑提前终止协议。附件为解除协议书及财产结算方案，结算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整，请于本月底前完成搬离，如有异议可联系张律师。陆燕，6000万，我捏着手机，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不是冷，是高兴。打开回复框，手指头稳得很。陆医生你好，收到，公证处我来约，不用等月底。明天有空吗？明天就办，发送。手机扣在腿上，我对着走廊尽头那扇脏兮兮的窗户，慢慢弯起嘴角。3胞胎6000万，我低头摸了摸肚子，声音压到只有自己听得见。一人2000万，你们仨衣食无忧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公证处，我挑的地方离陆家的地盘越远越好。城东旧写字楼的3层，陆燕没来，来的是他的私人律师张云洲，灰色西装，黑框眼镜，腋下夹着文件袋。苏女士，这是解除协议书和结算明细，请过目。陆先生已授权我全权代理。我接过来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，甲方纳兰盖着律所的代理章，旁边附着一张授权委托书。我拿起桌上的圆珠笔，在乙方栏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张云洲眼睛后面的眼神动了一下。苏女士，条款您不看一下，涉及后续的。不用，6000万到账就行，我把协议推回去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为今天大概准备了一整套方案。如果他哭怎么办？如果他闹怎么办？如果他要见陆燕怎么办？全没用上。走出写字楼，外头下着小雨。我撑开折叠伞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回陆家收拾东西，我挑了中午。陆母在美容院，陆珍在学校，阿姨在厨房歇觉。没人注意到我，我的东西不多，双肩包就装完了。次卧衣柜右半边是我的几件换季的衣服，2本书，一个洗漱包。隔壁主卧的门半敞着，那间房我1年没进去过。临走看了一眼床头柜，上面放了一瓶胃药。陆燕胃不好，连轴做手术出来就灌咖啡因撑。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倒水，听见她房间里有动静，门没关严，从门缝看到她弓着腰坐在床沿，一只手撑着膝盖，脸白得吓人。第二天我买了一瓶放在她卧室门口，后来每次快见底，我就悄悄换一瓶新的。她大概以为是阿姨买的，我拿起来看了看，还剩1/3，放回去了。最后一瓶吃完就没了。玄关鞋柜上搁下工牌和备用钥匙，没留纸条。门在身后关上，声音很轻。我背着包走出小区大门，地铁站在300米外，走得不快也不慢。刷卡进站的时候，闸机滴了一声，绿灯亮了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好听，想通关。地铁上人不多，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打开手机看银行 app 6000万，到账，一长串零排在屏幕上。我数了2遍，确认没看错，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，怕旁边的人看见报警。6000万是什么概念呢？我在燕和医院营养科的月薪是7200，不吃不喝，要攒6944年。现在他就这么躺在我的卡里。我靠着座椅，慢慢呼了一口气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。出了地铁，我没有去找便宜的出租房，我打了一辆车去了城西的江湾花园。这个小区我盯了很久，沿江带院子的别墅区，1楼带4家花园，安静私密，适合养孩子。以前路过的时候看一眼就走了，连售楼处的门都没连进，今天不一样。走进售楼处的时候，前台小姑娘扫了我一眼，笑容客气，但眼神没跟上。女士您好，请问您看什么户型？我们这边最小的户型起步价在800万左右。800万3个字她咬得特别重，不看小的，1楼带花园那种别墅还有吗？她的笑僵了半秒。那个户型的话，总价在2500到3000万之间，要看朝向和面积。您是先了解一下还是先看房？她大概觉得我在浪费她时间，但还是带我去了。房间客厅挑高，落地窗外就是花园，能看到江面。3间卧室都朝南，主卧带步入式衣帽间。我在花园里站了一会儿，想象了一下3个小孩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的画面。这套多少？2800万。全款的话能优惠多少？小姑娘终于绷不住了，脸上写满了大姐你别闹了。女士全款的话可以打98折，
但是需要您先提供资产证明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银行 app 递过去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抬头看我，又低头看了一眼。您稍等，我叫我们经理过来。3分钟后，经理亲自端着咖啡出来了。女士您好，您好，这边请坐。这套别墅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标杆户型，您眼光真好。半小时后，我刷卡付了定金，流程走完大概1周能交房，但经理说可以帮我加急3天。走出售楼处的时候，天快黑了，晚风从江面上吹过来，带着水汽，很舒服。我站在路边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微微中午吃了没？吃了，妈，跟你说个事，我从陆家搬出来了，协议到期结束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。结束了就结束了，手头紧不紧？不紧，妈，我买房了。买房？我妈声音高了一截。你哪儿来的钱买房？她给了补偿。多少？够买房的。我妈沉默了一下，大概在消化这个信息。行，买了就买了，周末我跟你爸过来看看。好，挂了电话，我低头摸了摸肚子。宝宝们，妈给你们买了带花园的房子，以后有地方晒太阳了。交房之前的3天，我住在江湾花园旁边的酒店里，不是什么5星级，就是一家干净的商务酒店。但床很大，被子很软，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半夜3点开门关门，也没有人在早餐桌上用眼神告诉你你不配坐这儿。我睡了1年以来最踏实的一觉。第2天去商场给自己买了2身孕妇装，不是什么大牌，但料子舒服，穿上好看。又去了趟母婴店，推着购物车，把3个孩子要用的东西一样一样往里放，奶瓶3个，小被子3条，新生儿连体衣3套。推着满满一车东西走出来的时候，夕阳照在脸上，暖烘烘的。我在陆家住了1年，没买过一样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是买不起，是没有那个心气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有6000万，3个孩子，一套带花园的房子，不需要谁的脸色，不需要谁的许可。入住那天，我把双肩包放在全新的沙发上，光脚踩在花园的草地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宝宝们到家了，同一时间，陆家。保姆站在客厅，对着刚做完美容回来的陆母，声音抖得厉害。太太苏小姐她走了。走了，陆母摘下墨镜，语气淡得像在说今晚吃什么。早该走了，东西收拾干净没有？她什么都没带，衣服日用品，您给她的那张家用卡全留下了，就背了一个包。陆母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她走近刺我，衣柜右半边空了，不是被搬空的那种空，是本来就没多少东西。鞋柜上摆着医院工牌和备用钥匙，整整齐齐。床头柜上1瓶胃药，还剩小半瓶，没有纸条。陆母盯着那瓶药看了几秒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不识抬举。她关上柜门，转身出去了。晚上，沈追云来了，白色针织裙，妆容精致，端着陆母爱喝的燕窝进门，在沙发上坐得端端正正。阿姨听说苏薇走了。走了，陆母哼了一声，干干净净的算他识趣。也别这么说，她毕竟陪了陆燕1年。沈追云低头嚼燕窝，语气温柔得体。陆贞从楼上跑下来，嘴里叼着吸管。追云姐，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，我哥给了他6000万呢。沈追云嚼燕窝的手停了。6000万，他发那封邮件的时候压根没提钱，是张云洲按协议条款执行的。那也不对，张云洲没收到过陆燕本人的指令，怎么敢自己启动流程？除非他没核实邮件是从陆燕的账号发出去的。张云洲默认是本人授意，6000万就这么转出去了。沈追云的指甲掐进掌心，但他很快笑了笑，把情绪压下去。不管怎样，苏薇走了就行。此刻，法兰克福陆燕的酒店房间里，助理赵肖刚送完航班变更通知，临走的时候多嘴了一句。对了，陆总，您不在这几天，沈主任来过2次您的办公室，说拿联合课题的资料。陆燕没在意。赵肖走后，他随手打开邮箱查文献，目光扫过已发件箱，最上面一封，发送时间是3天前，收件人苏薇，主题协议终止事宜。他没有发过这封邮件。他点开读完，表情从困惑变成空白，又从空白变成一种说不出的东西。他拿起电话，改签，今晚最近一班。11个小时后，陆燕站在陆家次卧门口，衣柜右半边空了，洗手台上的漱口杯不见了，窗帘拉得整整齐齐，像没人住过一样。床头柜上那瓶胃药还在，他拿起来，很轻，晃了晃，只剩几粒在里面碰撞。他转身问保姆：“这个药瓶是谁买的？”保姆愣了一下：“是苏小姐，每次都是她自己去药房买的。”陆燕握着药瓶的手收紧了。她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签完字当天就走了，就背了一个包。他把药瓶装进口袋，转身就走，直奔医院。沈追云的办公室在心内科走廊尽头。他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沈追云正在看片子。他抬头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回来了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3天前，谁用我的电脑给苏薇发了邮件？不是问句。沈追云的笑凝在脸上，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赵潇说你来过我办公室2次，门禁记录可以调邮箱登录 ，IP 可以查，你要我查吗？安静了3秒，沈追云放下片子，慢慢靠上椅背。是我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眼眶红了，声音发抖。陆燕，你去看看他什么样子。营养科的婚介中心来的，他连你的世界都搞不懂，你跟他在一起就是……你帮我什么？陆燕的声音不大，沈追云像被掐住了一样闭嘴了。帮我赶走我妻子，帮我花6000万买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离婚。6000万不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。张云洲看到邮件是我的账号发的，按协议条款走了流程，但触发这一切的那封邮件是你。他看着他。联合课题，你的名字今天撤掉，下周年会的联合报告换人。陆燕，以后你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转身走了，门关上，沈追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。他等了3年，从本科到规培，从规培到主治，从主治熬到副主任。他以为只要苏薇消失，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，可那条轨道上从来就没有他的位子。陆燕从医院出来，坐在车里，拨苏薇的号码，关机，发微信，头像挥着，消息石沉大海。他把手机放在方向盘上，靠着座椅闭眼。车里很安静。他想起上个月某天半夜做完手术回家，经过次卧，门缝下面露出一条光，他没有敲门，觉得没必要，现在那扇门里是空的，想敲也没人应了。口袋里那瓶快空的胃药硌着他的腿。他拿起手机拨了张云洲的号码，查一下苏薇现在住哪儿。张云洲那头停了一下，说不用查，陆总，苏女士3天前在城西江湾花园购入了一套别墅，全款手续是我经手的。陆燕没说话。6000万，他花了2800万买房，他甚至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房子。1年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而此刻，江湾花园里是另一个画面。我正光脚站在花园里浇水，傍晚的光很柔，洒水壶的水落在草叶上，亮晶晶的。下午我干了一件在陆家从未干过的事，去了一趟家具城，自己挑了一张大床，1.8米，要最软的那种床垫，又挑了一套儿童房的家具。导购说可以先买1套，以后不够再加。我说不用，以后麻烦来3套，一模一样的。导购看了我一眼，大概以为我是帮别人买的。女士3套儿童床，您家几个孩子？3个，3胞胎。导购的表情和上午那个 B 超医生一模一样。我刷卡的时候，他全程笑得合不拢嘴，大概觉得今天碰到了财神。花了一整个下午把东西全部搞定，包括婴儿床、推车、安全座椅、消毒锅，3份，每样东西我都挑了3份。推着购物车走出母婴店的时候，车里堆得像座小山。路过的阿姨回头看了我2眼，我低头跟肚子说话，你们仨还没出来就已经花了你妈40多万了，以后得孝顺啊。回到家正浇着花，我妈和我爸到了。4个小时大巴，我爸腰不好，下车的时候腿都在抖，被我妈搀着。我妈另一只手拎着2个塑料袋，自家腌的萝卜干、咸鸭蛋、1罐辣椒酱。我妈进门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她看了看客厅，看了看花园，看了看厨房的中央岛台，嘴巴张了又合。微微这房子多少钱？2800。2800一个月，贵了吧？不是租的，买的。2800万，我妈手里的塑料袋差点掉地上。我爸慢慢走进花园，看见草地和江景，抬头看了一会儿天，他没问钱的事。他说这地方不错，孩子以后有地方跑。我妈缓过来之后，直奔厨房。灶台够大，冰箱呢？冰箱在那儿，先把鸭蛋放进去。我笑了，我妈永远是这样，不管到了多大的房子，第一件事都是找冰箱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了3胞胎的事。我妈的筷子掉在了桌上，我爸夹菜的手停了，安静了大概5秒。我妈一拍桌子，好家伙，老苏家祖坟冒青烟了。我爸没说话，他放下筷子看了我好一会儿。身体吃得消吗？吃得消。缺钱吗？不缺。那就行。他拍了拍我肩膀，力道很轻。有我跟你妈呢。我眼眶热了一下，这就是我爸，话少，但每一句都是兜底的。吃完饭，我妈在厨房洗碗，我爸坐在花园里的椅子上慢慢喝茶。我的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本市的，接起来，那头传来一个我很熟悉又很久没对我说过一句完整话的声音。苏薇，你在哪儿？是陆燕，陆医生。我的声音很平。协议结清了，我没义务向你汇报行踪。电话那头停了一瞬。那封邮件不是我发的。我知道，他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。你知道，陆医生的邮件从来不用句号结尾，那封每句话后面都有句号。我靠着花园的门框，语气像在聊天气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钱到了，字签了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协议上没有我的签字，只有律所代章法律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收回6000万？他没接话。不收回就行。我说，陆医生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你手术排期那么满。苏薇，药是你买的？不是问句，我没料到他会提这个。停了2秒，药房买的，12块1瓶。你胃不好，
少喝咖啡。电话那边很久没有声音，我等了几秒，没别的事，我挂了，按掉，拉黑。放下手机的时候，我妈从厨房探出头，手里攥着一把蒜。谁？陆燕。哦，我妈把蒜往案板上一拍，吃宵夜不？给你热碗粥。没有点评，没有追问，一碗粥，什么都有了。3天后，燕和医院，陆燕没有开什么发布会，也没有搞什么大阵仗，她只做了一件事。科室周会，全科人坐在会议室里，她站在最前面，先讲了20分钟的病例讨论，然后在最后说了一段话。最后通报一件事，近期有人利用我的办公室账号伪造邮件冒充我本人与家属沟通，导致严重后果。经查实，责任人为心内科沈追云，相关材料已提交院纪检办。我个人的事不该占用科室时间，但我希望在座各位知道一个事实，我和苏薇的协议解除不是我本人的意愿。说完了，没有鞠躬，没有煽情，他合上笔记本，说了句散会。全科人鸦雀无声。等他走出会议室，整层楼炸了。消息是怎么传开的呢？先是神外科的护士群，然后是全院的八卦群，然后是医院食堂的阿姨，然后是医药代表，然后是隔壁3家医院。不到24小时，整个医疗圈都知道了。燕和的陆燕被人冒名把老婆弄丢了。沈追云那边更惨，心内科的同事看他的眼神一夜之间全变了。之前她是全院最配陆燕的女人，现在她是偷人电脑搞小动作的心机婊。联合课题被撤名，年会报告换了人，走廊里碰到她，以前会主动打招呼的同事，现在低头就走，她成了一个笑话。但这些我都不知道。我在家里给宝宝们的房间贴墙纸，我妈在旁边指挥，左边高了再往下一点，这个颜色不好看，换那个鹅黄的。我爸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偶尔喊一嗓子，让你妈少操心，药缸贴了膏药。日子过得像小时候一样，吵吵闹闹，热热乎乎。我几乎忘了1个月前，我还是陆家那个没人搭理的隐形人。直到陆母找上了门。那天上午，我正在院子里给花浇水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陆母穿着一身深色套装，脸拉得比一向还长，陆贞跟在后面，抱着胳膊。苏薇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们陆家的血脉，你现在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。开场白简单粗暴，跟他本人一样。我还没开口，我妈从屋里走出来了，围着围裙，手上沾着面粉。你谁呀？一大早在门口嚷嚷。陆母上下打量了我妈一眼。你是苏薇的母亲，我是陆燕的妈妈，孩子的事需要谈谈。谈什么？我妈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靠在门框上。你们家要孩子的时候想起我女儿了。她在你们家住了1年，你请她吃过一顿饭吗？这是两码事。不是两码事。她在你们家的时候，你叫她婚介中心来的。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，你倒上门认亲了。陆母的脸色变了，陆贞忍不住了。阿姨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陆家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爸从屋里走出来了，他腰不好，走得慢，但站到门口的时候腰杆挺得很直。他看了陆母一眼，没搭理，转头对我说：微微，回屋去，外面风大。爸，没事。回屋。我认识我爸这个语气，他不是商量。我进了屋，后来的事是我妈告诉我的，我爸就说了一句话：孩子跟着我女儿，姓苏，要征走法律程序。陆贞急了：你们请得起律师吗？屋里传来我的声音：请得起，6000万，够请全市最好的。门口安静了，陆母的脸色变了好几遍，最后她拽着陆贞走了。上车的时候，门摔得整条巷子都听见了。我爸回屋坐下，揉腰，我妈骂骂咧咧去拿膏药。什么东西？上门要孩子跟要货似的。我给我爸倒了杯水，他接过去喝了一口，说：不怕他们。我知道。那天晚上爸妈都睡了，我一个人坐在花园里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掏出手机，打开浏览器，搜索框里打了一行字：临床营养师高级资格报考条件，看了很久，把页面收藏了。陆燕找到江湾花园的地址，用了不到1天，但他没有直接上门，他做了一件更离谱的事。江湾花园小区东门外300米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地方不大，平时就几个全科医生坐诊，看看感冒发烧高血压。某天早上，这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公告栏上多了一张通知：本周起，燕和医院神经外科专家陆燕医生将于每周2、周4上午在本中心开展义诊。消息传开的速度比病毒还快。周2早上8点，社区卫生中心门口排了200多号人，不是来看病的，是来看人的。就是那个陆医生，燕和的，做手术的那个。听说是为了追老婆才来的，真的假的？我是从邻居李阿姨嘴里听说的。李阿姨住我楼上，退休语文老师，小区八卦中心处理器。小苏啊，你前夫是不是姓陆？怎么啦？社区卫生中心来了个专家义诊，常德可帅了，好多人说是燕和的陆燕。我看他的排班表，周2、周4上午，你说巧不巧，就在咱小区门口。我没接话。
周二上午，我出门买菜，路过社区卫生中心，往里瞄了一眼。他坐在2楼的诊室里，穿着白大褂，面前排着长队，认认真真的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，表情跟做开颅手术一样严肃。我收回目光，走了。第一次正面碰上是3天后的傍晚，我带着新买的花盆从小区东门进来，他就站在门口，白衬衫，没穿白大褂了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。苏薇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没停步，给你煲了汤，他跟上来，排骨莲藕的，适合孕早期。不需要。你尝一口。陆医生，我说了不需要。我刷卡进了单元门，门在他面前合上，他站在门外，提着那个保温桶没动。第二天，保温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凉透了。我妈打开看了一眼，又盖上。谁的？陆燕的。哦，我妈把保温桶搁在门口的地上。晚上我给你炖，比他这个强。从那天起，保温桶每天准时出现，早上是粥，中午是汤，偶尔还有切好的水果，我一次都没有收过。每天晚上，我妈把保温桶放到门外。有一次，我从窗帘缝里看了一眼，她正弯腰把保温桶拎回去，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周六，产检日，天下暴雨，我叫了3辆网约车，全取消了。站在小区门口的雨棚下，拿着手机，正准备叫第4辆，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我面前，车窗降下来，是他。上车。不用。苏薇，他的声音有点急。你怀着3个孩子，淋雨感冒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看着外面瓢泼的雨，又看了看手机上一片灰色的约车界面，犹豫了3秒，上了车。一路上谁都没说话，雨刷刷的飞快，车里只有雨打在车顶的声音。到了医院，他坚持要陪我进去，我拗不过，由他了。B 超室的门推开，医生把探头压上去，屏幕上出现了3个小小的轮廓，3个都很健康，发育正常。这个在踢腿呢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身边这个人。陆燕盯着屏幕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他的手搭在椅背上，指节发白。这3胞胎，我说我的。他猛地转过头看我，那个眼神很复杂，有震惊，有不敢相信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。苏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协议里没有这一条。他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走出 B 超室的时候，他走在我旁边，脚步慢了很多。到了电梯口，他突然伸手挡住正在合上的电梯门。苏薇，以后产检我来接你。不用。不是商量。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。电梯门试图关了2次，都被他的手挡回去了。我先进了电梯，他跟进来。下楼的时候，他的手一直悬在我腰侧，没碰到，但一直在那里，像怕我摔。回家路上，雨停了，他把车停在小区门口，没熄火。谢谢。我推开车门。苏薇，我回头，他坐在驾驶位上，看着我，半天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我没回答，关上车门，走了。进了家门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。从那天起，陆燕的追人方式变了，不再只是保温桶和社区医诊了，他开始出现在我生活的每一条缝隙里。小区门口的水果店老板跟我说，小苏有个男的跟我说，以后你来买水果记他账上。我说别理他。快递站的大姐跟我说，苏姐，有人给你寄了1箱进口叶酸，是不是你要退的那个？我打开一看，配送单上备注栏写着适合孕中期，1天1片，字很小，但我认的那个笔记。我没退，叶酸确实该换了。最离谱的一次是我去社区卫生中心做孕检建档，坐在候诊区等叫号的时候，旁边一个大妈突然拍了拍我，姑娘，你是不是苏薇？是。2楼那个陆大夫让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等得无聊，可以上去坐坐，他那儿有热水。我没上去，但我发现整个社区卫生中心的人都认识我了。挂号的小姑娘会主动帮我加号。苏姐，你别排队了，陆大夫说过的。量血压的护士会多叮嘱我2句。3胞胎要格外注意血压，有什么不舒服，直接上2楼找陆大夫。他把整个社区卫生中心变成了他的追妻据点，我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。我妈倒是看出来了。有天晚上吃饭，她突然说，那个姓陆的天天在小区门口晃，邻居都传遍了。传什么？说我女儿有个追求者，长得不错，就是脸太冷，不太会笑。我低头扒饭，没接话。李阿姨还跑来问我，说那个陆大夫给他老伴看了血压，开了个方子，特别管用，说你要不要考虑考虑。妈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吃你的。我妈夹了1筷子菜到我碗里，我爸在旁边喝了口茶，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，要追就拿出点真东西来，别光搁门口摆保温桶。全桌安静。我爸喝完茶起身去花园了，留下我和我妈面面相觑。这段时间我白天养胎，晚上看书。那个收藏的网页我打开了不知道多少遍。临床营养师高级资格，考试科目4门，每年2次统考，报名截止下个月15号。我把教材买齐了，4本书落在床头柜上，比那瓶胃药占地方多了。每天晚上爸妈睡了以后，我就坐在花园里看书。院子里的虫子叫得很响，路灯光刚好够看清字。有一天看到凌晨1点，听到隔壁传来关车门的声音，我透过院墙的缝隙看了一眼，是陆燕。
刚从医院下手术回来。他站在车旁边，没有马上走，抬头看了看我家花园这边，灯还亮着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拎起一个保温桶放在我家门口，转身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打开门，保温桶旁边多了一张便利贴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别熬太晚。我把便利贴撕下来，夹在了教材第一册的扉页里。考试是在1个月后。那天我一个人去的考场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手机上有23条消息，我妈发的，我爸发的，李阿姨发的，还有一条是陆燕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解除了她的黑名单，大概是某天半夜迷迷糊糊按的。她的消息很短，你还好吗？发送时间是下午3点。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今天考试的，想了想，回了2个字，还行。成绩出来那天4门全过。我坐在花园的椅子上，捧着手机看了很久那个合格的页面，没哭，但眼眶是热的。我妈从屋里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，过了，那就吃西瓜。我爸在旁边嗯了一声，算是祝贺。晚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张照片，4本教材摞在一起，最上面放着那张成绩单，底下的第一个点赞是陆燕，第2个是李阿姨，第3个是社区卫生中心量血压的护士。陆燕没有评论，但半小时后，我家门口出现了一束花，不是玫瑰那种俗气的，是一小捧雏菊，用牛皮纸包的，旁边又是一张便利贴，恭喜1个字。我把雏菊插在花园里的旧花瓶里，浇了点水，虫子还在叫，月亮很亮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放在肚子上。宝宝们，你妈今天考过了，以后不用考别人了。我拿到高级营养师资格证书的第2个星期，做了一个决定，创业孕产营养管理这个方向，市场上做得好的几乎没有。我在燕和营养科干了3年，见过太多孕妇不知道怎么吃怎么补，花了大价钱买一堆没用的保健品。我用6000万里拨了150万出来，在江湾花园对面的商业街上租了一间临街的铺面，不大，80平，装修也简单干净亮堂，一进门就能看到一面墙上挂着的营养师执照。工作室名字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定了2个字：3餐。开业那天，我妈非要在门口放了2挂鞭炮。妈，现在不兴这个了，管他兴不兴，图个吉利。我爸站在门口看着招牌，半天没说话。不错。最后他说了2个字。工作室开起来之后，头2个月很冷清，来的人不多，大部分是周边小区的孕妇，看到门头进来咨询的。我一个人干，做方案，做咨询，做随访，做科普内容。白天在工作室，晚上回家看书查文献。肚子越来越大，脚也越来越肿。我妈心疼，天天骂我不要命。肚子里3个月还不歇着，你以为你是铁人啊？妈，我没事。你爸说的对，你就是犟。我是犟，但我想靠自己站住。6000万是多，但花完了就没了。证书也只是一张纸，只有真正做出东西来，才是我自己的。转机来得比我想的快。有一天下午，一个穿着讲究的女人推门进来，她是燕和医院妇产科的一位主任医师，姓方。你就是苏薇？是我。听说过你。方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燕和的人说你在营养科的时候方案做得不错，我有几个高危孕妇，营养管理一直不太理想，你能不能接？我当天就接了。3个高危孕妇，一个妊娠糖尿病，一个双胎合并甲减，一个反复流产后再孕。我给每个人做了完整的营养干预方案，每周随访，每2周调整。2个月后，3个人的指标全部好转。方主任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段话，推荐一家孕产营养工作室，专业、耐心，方案扎实，我转诊的几位患者反馈都很好。下面配了3餐工作室的地址和我的微信2维码。那条朋友圈被转了60多次。第2周来咨询的人排到了门外。我开始招人，先招了2个营养学专业的应届生，又招了一个做运营的，工作室慢慢上轨道。3个月后，我们的口碑做到了全市孕产营养管理类目的第1名。有3家3甲医院的妇产科主动来谈转诊合作。我妈看着工作室里进进出出的人，嘴上不说，但笑的眼睛都没了。你看看我闺女开公司了。她跟李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，生怕隔壁楼听不见。妈，就一个小工作室，不是公司。小什么小，你看看门口排的那个队。陆燕也知道了，她没说什么，但社区义诊的时候，她会多问来看诊的孕妇一句。营养方面有没有做管理？江湾花园对面有一家专业的。这是量血压的护士告诉我的。苏姐，陆大夫天天帮你拉客呢。我没接话，但低头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。陆燕追人这件事，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变得很安静了。她不再送保温桶了，也不再堵门了，她就在那里。社区义诊照常，每周2、4。偶尔我经过卫生中心门口，会看到她在里面给老人看诊。她的朋友圈更新的不多，偶尔发一张手术室的照片，偶尔转一篇文献。但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，她都会点赞，不评论，就是点赞。有一次我发了一张工作室新到的绿植照片，配文是新同事报道，她点了赞。
然后过了10分钟，评论区多了一条缺不缺浇花的4个字。李阿姨第一个在底下回复，小伙子挺幽默的嘛。我妈第2个回复，别闹。我没回复，但我也没删。沈追云最近的日子不好过，院纪检办的调查结论下来了，违规使用他人办公设备，伪造通信文件，情节严重，处分是停职6个月，取消当年度评优资格，联合课题除名，他的职称晋升至少推迟3年。在医疗圈，这比开除还难受，但他不认命，他把所有的恨都记在了我头上。某天，我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，不是来咨询的，是来找茬的。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，进门就说话阴阳怪气。就这儿啊，3餐工作室，我听说老板是陆燕的前妻，靠离婚拿的钱开的。她声音很大，店里的几个客户都回头看。我正在给一个孕妇做方案，抬头看了她一眼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的？我就是好奇。她往柜台上靠了靠，皮笑肉不笑。一个营养科的小营养师，拿着前夫的钱出来创业，把自己包装成专家，这也太会投机了吧。我放下笔，站起来。第一，我的资质挂在墙上，你可以查。第二，工作室的客户满意度和转诊数据，你也可以查。第三，你如果不是来咨询的，门在你身后。他被噎了一下，但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门推开了，方主任走进来。他本来是约了今天过来讨论一个转诊方案的，没想到撞见了这一幕。怎么了？方主任扫了一眼那个女人，那女人看到方主任的工牌，脸色变了一下。没什么，我随便看看。那就请吧。方主任的语气很淡，但他往我身边一站，那种3甲医院主任医师的气场，压的那个女人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女人灰溜溜走了，方主任坐下来看了我一眼。沈追云的人，大概是。不用理他，他现在自身难保。方主任打开电脑，来说正事。新一批转诊名单我发你，但沈追云的手段不止这些。当天晚上，几个本地的妈妈论坛上出现了一批帖子，揭秘江湾花园3餐工作室，板靠当小3上位，拿到1000万分手费。陆燕前妻开营养工作室，无良商家利用前夫名气招摇撞骗，措辞恶毒。配图是我进出工作室的偷拍照，还有我在江湾花园买房的截图。我的员工第一个发现的，截图发到工作群里，吓得语音都在抖。苏姐，怎么办？好多帖子，评论区骂得特别难听。我看了几条评论，关掉了手机。说实话，胃里翻了一下，但没有慌。我打电话给方主任，方姐，帖子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假的吧？全是假的。那就不怕，我帮你联系医院法务，发个声明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自己发一条就行。当晚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辩白，我贴了3样东西。第一，我的高级临床营养师资格证书。第二，3家3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对工作室的书面评价。第三，3餐工作室成立以来，所有合作医院的官方转诊协议书，配文只有一句话：事实不需要解释，数据自己会说话。用得着我回应的事情，我一定回应；不用的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评论区第一条是方主任，专业靠谱，亲测推荐，造谣的人建议自己先去挂个号看看脑子。第2条是我妈，我闺女什么人我最清楚，谁在胡说八道我找谁。第3条是李阿姨，小苏是好姑娘，那些乱说的人缺德。帖子的热度很快就下去了，因为另一边沈追云翻车了，不是陆燕动的手，是燕和医院内部的年轻医生们，他们中间不知道谁先发现了那些帖子，发布 IP 和沈追云常用设备的关联，截图整理好，直接交给了院纪检办，2次违纪。这一次停职变成了解聘，沈追云的职业医师资格被提交复审，他的导师公开跟他切割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从今天起，沈追云与本人及课题组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彻底完了。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工作室里给一个孕妇调方案，没什么感觉，不高兴也不解气，就是觉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那天傍晚，我正准备关门下班，门口站着陆燕，她穿着手术室出来还没换的蓝色洗手服，大概是直接从医院赶过来的。网上的事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处理干净。跟你没关系，我锁门，背对着她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她停了一下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以后这种事不会再有了。我转过身看她，她站在路灯下面，影子很长，蓝色洗手服，手腕上还有手套勒出来的红印子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苏薇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她打开盒子，一枚戒指，不是什么大克拉钻戒，是一枚很细的素圈，银色的，内壁上刻了一行字。她没有跪，她就站在那里，把盒子递到我面前。
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不太会说话，你知道的。我看着那枚戒指，我以前觉得把协议履行完就行了，吃饭有人做，灯有人开，药有人买，胃不疼的时候就不用管。但你走了以后，灯没人开了，药没人换了，我才发现那些不是有人在做，是你，一直是你。我低着头没说话。我不指望你现在答应我，你可以再想想，1年也行，2年也行。他把盒子放在我手里，但这个你先拿着。我握着那个盒子，很轻，但手指有点抖。我再想想。他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戒指内壁上的字，回去再看。我没当场看，回家之后在花园里坐下，打开盒子，把戒指举到路灯底下，内壁上刻着一行很小的字，12块1瓶，我记住了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把戒指戴到了右手无名指上，不是左手。还没想好，但也没放回盒子里。戒指的事我没告诉任何人，但我妈的眼神比 CT 还毒。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她盯着我的右手看了3秒，什么都没说。但那天中午她多做了一个菜。日子继续过，3餐工作室越做越好。第6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转诊渠道，签约了5家3甲医院的妇产科，服务了超过300位孕产妇。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，7个多月了，3个宝宝把我撑得像个球，走路要扶墙，坐下要人拉，弯腰是不可能弯腰了。工作室的事交给了团队，我退到幕后管方案审核。这天收到一封邮件，是医疗行业协会的，邀请我参加年度健康产业创新论坛，做一个15分钟的分享，题目是孕产营养管理的社区化实践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推掉，肚子这么大，上台不方便。我妈的反应是去，让那些人看看我闺女。我爸的反应是去，怕什么？去了。论坛在市会议中心，到场的有个大医院的管理层、医疗企业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些投资人。我穿着工作服，显怀但精神。上台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下面有人在窃窃私语，应该是认出我了。分享进行到一半，底下有人举手提问。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名牌挂着某医疗器械公司的头衔。苏女士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您的工作室成立才半年，就拿到了这么多3甲的转诊合作，是靠什么？是靠专业能力，还是靠别的关系？别的关系4个字咬得很清楚。底下有人跟着笑了一下。我站在台上看着他，靠数据。我按了一下遥控器 ，PPT 翻到下一页。这是5家合作医院妇产科主任的联合推荐信，内容和签名你可以稍后核实。再翻一页，这是我的高级临床营养师执照，3年燕和营养科的工作履历，以及今年发表的2篇专业论文。我关掉 PPT。这些就是我别的关系，还有问题吗？全场安静，金丝眼镜男的笑消失了，有人开始鼓掌，先是零星的，然后越来越大。我站在台上，手心出了一层薄汗，但声音一直很稳。等掌声停了，我说了声谢谢，正准备走下台，一个声音从最后一排传来。我补充一下，全场回头，陆燕站在最后一排的过道边，她穿着白衬衫，没有穿西装，像是刚从医院赶来。我是燕和医疗的陆燕，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，我可以回答。他走到话筒前，苏薇女士的专业能力不需要我来证明，她的数据和口碑，在座各位比我清楚。我今天来，只是想澄清一个身份。全场安静。她不是我的前妻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她看向我，如果她愿意的话，我站在台上看着她。她站在台下最后一排，隔了几百个人，但我听得很清楚，全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右手上那枚细细的素圈，然后抬头。我愿意。那天论坛后半程讲了什么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，谁都没说话。快到小区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：“你什么时候决定的？”你闭嘴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陆燕笑，不是客套的笑，不是社交的笑，是那种从眼睛里面亮出来的，像小孩过年收到红包的那种笑。说实话，还挺好看的。预产期在冬天，12月17号的凌晨3点，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。陆燕，她就睡在旁边。自从论坛那天以后，她搬进了江湾花园。我妈把客卧收拾出来给她住，我爸没反对，算是默认了。后来不知道哪天起，她从客卧搬到了我的房间，是我让她搬的。冬天太冷了，她体温高。怎么了？她1秒清醒，翻身坐起来，好像要生了。接下来的画面，如果有人拍下来，大概能上年度最佳喜剧。陆燕，一个在手术台上拿过无数次柳叶刀，手稳到可以缝合0点几毫米血管的神经外科主刀，此刻穿反了外套，找不到车钥匙，撞了2次门框。他抱我下楼的时候，我疼得说不出话，只能看到他的下巴在抖，不是冷的，是怕的。到医院的路上，他闯了2个红灯，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你冷静一点。”我很冷静。他的声音在发抖。产房门口，我被推进去了，他被拦在外面。我妈后来告诉我，他在产房外面走了400多步，
他数的，嘴里一直在念叨大人优先，保大人。我妈踹了他一脚。闭嘴，我闺女没事。我爸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一声不吭，但他的手一直在搓膝盖。5个小时后，2女1男，3个小小的婴儿被护士抱出来的时候，走廊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。陆燕冲上去，他看着那3个皱巴巴的小脸，眼泪就那么掉下来了，一声不吭的掉。他伸手想碰，又缩回去了，怕弄疼他们。我妈把最小的那个塞到他怀里，哭什么哭，抱着。他接过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犟的，一只手托着头，一只手托着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1米8几的男人抱着一个巴掌大的婴儿，看起来比做12小时手术还紧张。我被推出来的时候，他立刻把孩子递给我妈，冲到我身边，他握住我的手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是握着，手很热。我说你哭什么？他说没哭。他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。月子里，陆燕把手术排期压缩到了最低限度，能推的全推了，能换的全换了。科室的人第一次见他请假，震惊程度不亚于太阳从西边出来。他在家里的表现可以用4个字形容，惨不忍睹。换尿布能把正反面弄反，冲奶粉永远不是太烫就是太凉。哄睡的时候，他习惯性的用讲学术报告的语气，低沉平稳，催眠效果一流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先把自己哄睡着了。我妈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他出丑。你看看你，堂堂大教授，连个尿不湿都搞不定。陆燕不恼，嘿嘿傻笑。我爸偶尔会指点他2句。奶瓶倾斜45度，别让孩子呛着。知道了，爸。我爸愣了一下，这是陆燕第一次叫他爸。我爸没接话，但那天晚上他主动给陆燕倒了杯茶。3个宝宝满月那天，没有烟花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一家人坐在花园里吃饭。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我爸开了1瓶酒，难得喝了2杯。陆燕把3个孩子的小推车并排放在花园的草地上，3个小家伙裹在被子里睡得昏天暗地。吃完饭，我去厨房洗碗，回来的时候枕头边多了一样东西，一个药瓶，空的，洗干净了，就是那瓶胃药，里面塞了一张叠得很小的纸条。我拧开盖子，把纸条抽出来，展开，他的字一笔一画，跟手术记录一样规整。第1瓶是2月14号出现在我门口的，最后1瓶你走的那天剩了1/3，一共换了5瓶，每1瓶都是你。我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别走了。我拿着那张纸条坐在床边，看了很长时间，没哭，但是把纸条叠好，放回药瓶里，拧上盖子，走到客厅，把那个空药瓶摆在窗台上，旁边是我的营养师资格证书和3个孩子的满月照。窗外，花园里的枇杷树结了第1茬果子，我摘了1颗，咬了一口，是甜的。